欢迎大家来到六爻占卜基础理论入门教学的第二课。今天呢，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混天甲子、六亲、适应和动变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六爻当中的一些基础要素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首先来看一下混天甲子。那么在之前的上一个视频当中呢，我们其实已经提到过了，是和上个视频的装卦口诀是一样的，并且我们在上个视频呢也举例了如何利用这些口诀进行装卦，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直接一笔带过了。但是这个呢是需要我们熟练的去背诵，然后才能够运用的自如。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六亲。上个视频中呢我们也是在举的卦例当中呢，就是装卦之后也是配了六亲，也是简单的提到过，就是根据生克的关系来分别找到对应的父母、官鬼、子孙、妻财还有兄弟。还有一个呢是世身，就是世爻。那么比如说乾宫和兑宫，他们呢都是金，这个在64卦那个表当中呢都是有的。那么64卦那个表也需要大家按照每一宫的顺序全部都要背诵，因为你不可能在爻卦占卜的时候还要一个个去对着表去查看，对吧？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最基础的需要做到的，就是要熟练的背诵。那乾宫和兑宫都为金，那么这两宫当中的每一个卦的6个爻位中呢，土呢就是父母，火为官鬼，水为子孙，木为妻财，金为兄弟。乾兑宫为金，我们就要把自己想象成金，这样方便我们理解。我为金，对吧？那生我的是谁呢？肯定是我的父母呀，对吧？生我的是父母。那克我的就是官鬼。我生的金生水嘛，我生的就是子孙。金克木，我克的就是妻财。和我相同的金被称作兄弟。那么只要我们这样子带入到自身上面呢，其实就还是非常好理解的。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背诵的啊。比如说乾宫，乾宫是金，乾宫这是按照顺序，乾为天，天风姤，天山遁，天地痞，风地观，山地波，火地晋，火天大有。按照顺序，这是乾宫的第1卦、第2卦，一直到第8卦。那么乾宫的每一个都是一样，以金为我自身，然后呢，再根据每一个爻位上的12地支的五行属性金木水火土，然后按照这个生克的关系，从下往上就开始装上六亲。装上六亲之后呢，才能从六亲当中选取我们对应的用神，进行分析用神。接下来就是世爻和应爻的位置，这个也是基础中的基础。找不到世爻和应爻的位置，那么这个卦就没法去判断、去分析。那么每一宫，这记住了啊。我们以乾宫为例，因为
每一宫每一个卦世爻和应爻的位置都是固定的。你比如说每一宫的第一卦，世爻都在6爻，这是乾宫的第一卦，乾为天，世爻在6，应爻就在3。乾宫的第二卦呢，世爻在1爻，你就要标好，每一次自己端卦的时候都要标好，养成一个好习惯。那应爻就在4爻，第三卦世爻就在2啊，后面的我就不写了。按照顺序，每一宫、每一卦世爻的位置、应爻的位置，它都是有对应的，都是死知识。这个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背会。其实我们在背诵的时候呢，只需要背世爻在哪一个位置，每一卦世爻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世爻和应爻其实中间是相差了3个数字，3个数，1和4相差3，2和5相差3， 3和6相差3。我们只需要找到世爻的位置，你比如说世爻在4，那应爻呢？世应是不是相差3呀？4减3是不是应爻就在1爻，对吧？世爻在4，应爻在1爻，这是第5卦，每一宫的第5卦，世爻在4，应爻是不是在1呀？同样的，每一宫第8卦，世爻是在3，那应爻呢？肯定在6啊，对吧？中间相差3嘛，所以我们只需要背每一宫、每一卦的世爻在哪里，就能推断出应爻也在哪里。大家可以截图或者是在网上也都能够去找到，然后去进行背诵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提到一个重难点，就是动变。我们在第一个视频当中呢提到过，就是在我们爻卦的时候，是以硬币的字和花来判断阴阳，其中的老阴和老阳呢，都是需要产生动变的。大家可以回忆一下，老阴它是怎么变的？是不是从阴要变成阳啊？老阳呢，与它相反，对吧？要从阳变成阴。那有了动变呢，就会产生本卦和变卦。其实怎样称呼都可以，你只要体现出它的变就可以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以乾为天变成天风姤为例啊。那比如说啊，我摇了一个卦，从第一次开始，我第一次摇了是3个花，那第二次呢，我摇了是1个花，然后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、第6次，这中间就省略了啊。剩下的从第2次开始呢，我每一次呢摇的都是1个花，每一次呢都是1个花，只有第一次呢是3个花，只有第一次是3个花。那我们知道3个花就是老阳嘛，老阳是需要从阳变成阴的嘛，我们先从下往上要起卦了，对吧？要开始起卦，然后呢，习惯性的画个箭头，阳要变阴，老阳嘛，对吧？其他的呢，1个花是什么呀？对，少阳。那少阳是不需要变的，对吧？少阳就是一个安静的。
就是6个啊，不要多不要少。那么产生变化的呢，我们要把它的变过之后的写在这个右边，那么没有变的呢，也要写下来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由一个什么卦变成了什么卦呢？来，方便大家记忆，来把它分开，看成两块，对吧？同样的，右边这个卦也是看成2块。然后现在去找到64卦表，去和64卦表一一对应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熟练的背会了64卦表，你就可以直接看出来，这个是不是乾为天呀？第一个卦就是我们说的乾为天。那么变完之后呢，上面是一个乾，这个乾是没有变的，那只有下面内卦从乾3连变成了巽下段，变成了一个巽。我们知道乾为天，巽呢，巽为风，天风，我们就能直接联想到这个卦是什么名字了？天风姤，对吧？写的有点丑，这个卦是不是就找到了？它叫天风姤，一爻动，也就是初爻动。这是5爻啊，还不熟练的从下往上慢慢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5爻从阳变成了阴，对吧？那上面是不是由乾变成了离呀？离中虚，下面还是个乾，那下面就不用动。离为火，下面乾为天，这个卦什么名字？火天大有，对吧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反正就是本卦与变卦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看的。那么既然有动变呢，就有动摇和变摇。我们先把卦给装一下，写大一点，我重新写一下，方便大家观看。从下往上啊，养成好习惯。那它是变了，对吧？由阳变成阴。好，我们开始装卦。乾在内是什么呀？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。对，子阴辰。乾在外，就是午申戌。那么这个变卦的下面，变卦的内卦呢，是和本卦的下面内卦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忽略，因为在断卦的时候呢，没有产生变化的呢，是直接忽略的。我们直接看离，外卦的离。那离呢？离在内，我们知道是卯丑亥；离在外呢？对，没错，有为4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12地支的五行属性，就开始去装六亲。正好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的六亲。先把他们的五行属性写下来，子为水，对吧？寅木、辰土、午火、申金、戌土。那么这些基础呢，一定都要背诵的很熟练，不能够我看到这个子，我还要想很长时间啊，它的五行到底是什么？
那这样都不行啊，一定要熟练，要不然是很费时间的啊。那么对于变卦酉金，其实这个也不用写，只需要写这个未土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卦中呢只有一个变爻。现在我们开始先找一下世爻和阴爻吧。那么乾为天是乾宫的第一卦，对吧？乾宫的第一卦世爻在哪儿？根据刚才我们所讲到的，对，世爻在6。阴爻呢，它们相差三个数，6减3，对吧？等于3，所以世爻在6，阴爻呢就在3。现在我们开始装六亲。我们知道乾宫是什么呀？对，乾宫为金，那乾为金，就要把这个金带入到我们自己身上了。那乾为我为金，生我者为父母，土是不是生金啊？这个土是来生我的，那它就是父母，和我一样的生金就是兄弟。那午火呢，克我的就是官鬼。这个土也是生我的，就是父母。寅木，金克木，我克木，就是财，就是妻财。子水，金生水，我生这个水，那就是子孙。那我再看一下变卦，这个未土是什么呀？生我者为父母，对吧？就是父母。那么这其余的呢，没有产生动变的呢，其实都是可以直接忽略的，只需要看这个产生动变的这个申金戌土，没有产生动变的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直接忽略、直接无视掉的。而且呢，动爻和变爻它们之间呢，动摇和变爻之间的关系也要牢牢的记住，那就是变爻呢，它只能够回头作用动摇，它只能回头作用这个动摇。那么这个变爻它能不能作用到本卦当中的其他的爻呢？是不能的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了。这个未土只能回头去生这个申金兄弟，这个未土它不能够去，不管是生克冲合也好，它不能够去作用到子水啊，不能作用到其他的爻，都不可以，它只能够回头去作用这个申金。每一个爻，它的变爻都只能回头作用它自己，啊，每一个爻位上的动产生的变爻，只能回头作用它自己，因为这个变爻是它自己产生的，所以只能够回头去作用它自己。那么我已经，在这么多反复强调，就是为了怕大家这个最基础的层面犯错误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。好，那说了这么多呢，今天的课程呢，其实也大概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因为这些东西呢，都是需要我们时间去消化的，需要时间去记忆、去背诵。只有在你反复记忆、运用、背诵熟练之后呢，在你运用的时候呢，才能不那么觉得吃力。所以希望大家在课后呢，一定要把视频当中呢强调的需要背诵的东西一定要背会。那么只有这样呢，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，你才不会学习的那么吃力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能够把这些
知识点全部都熟练的记忆背诵之后呢，后面的课程呢，听着绝对是非常轻松的，因为这些 PPT 上所展示的知识点都是我经过总结精炼之后最为有用的内容，也就是六爻断卦最为必须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的。好，那么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